这期处理4颗蝴蝶兰，有3颗是摘高芽，有1颗是那个双胞胎高芽做分离手术。打算尝试新的方法来摘高芽，双胞胎高芽的分离手术最后做。至于摘下来的高芽怎么养护，见机行事吧，看它适合什么养护方式，就给它个什么养护方式。首先处理这颗最小的，应该是夏末收的打折花，放到一边，基本上把它给忘了，它实在是太小了。给它们个编号46和46-1。这个高芽的摘取方式呢，会按照之前的最简单的方式来进行，就是直接剪断花梗。这么做伤口不在小苗上，比较容易成活。因为这小苗过于袖珍，我找了一个非常小的塑料碗，打算用水苔，用非常少的一点点水苔就够了。这个水苔提前泡过水，这会儿是湿的，所以用水苔栽种好之后，我暂时是不会浇水的，等到这个水苔有点干的时候再浇。暂时也不给肥，只给水，等看到它有生长，就是长新根或者新的叶子，可以开始给肥，给特别稀薄的生长肥。面上还摆了几粒桃粒儿，倒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意义，就相当于多肉放点铺面石，我就放了这么一点桃粒儿。这么个小碗会干得很快，希望我不要把它给忘了。本来没想动它的母株，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根儿都烂没有了。这是我已经修剪过，重新装上桃粒儿，是我的疏忽，根都烂没有了。那接下来看看能不能重新长根。接下来的日子只会给水，也是不会给肥，因为它没有根儿。我给它找了一个外套盆，下面有水。这颗小高芽估计我也得给它找一个外套盆吧。好，它俩就先那样。再看这颗，这颗带着高芽，带着花芽，我想把这个高芽给切下来。这个高芽也可以像刚才那样直接剪花梗，但是我想试一下能不能从花梗上把它切下来。这个高芽是在一个侧花枝上，主花枝已经黄了。之所以我要放弃这种直接剪的方式，是因为我发现有时候一个花梗上长了几个高芽，它出根的速度不一样。万一是下面那个先出根，那就需要切下来。我首先试了一下能不能用手直接掰下来，觉得不太容易，也可能因为我不是特别敢使劲儿，想想还是切吧。这个高芽一左一右只有2条比较长的根，已经算是比较方便下刀了。如果4面8方长很多根，这个刀还真不好往里伸。下来了，一边切一边撬，也不算是纯切下来的。看它的根已经好长了，因为温度不合适，就一直等到现在。这个伤口还行，不算太大。我也不准备用什么东西去封这个伤口了，让它自然风干吧。这是老花梗上的伤口，那个老花梗我暂时不剪，先让它在那儿，看看它自己决定怎么样。它如果要黄了，我就把它剪掉。这个母株是15号，暂时不需要动它，只需要给这个高芽上个盆，因为它的2条根已经长得非常长了。我找了一个细高的杯子，勉强能放进去。我准备给它用树皮，本来是想说用大块树皮，但是这一碗树皮越用越小，剩下的后面这些碎的也给它了。这依然还是不够，又去拿了一些新的。那新拿来的块还是比较大的，结果是大块的放上面了。最上面还垫了一个椰块，但是伤口的位置还是要让它晾着。这个就是15-1。
再来处理16号的高芽，这个高芽就用传统的最简单的方式直接剪老花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已经有花芽了，母本和高芽上各有一个花芽，所以切高芽的尝试没有选择这棵，当然是尽量减少一些对高芽的伤害嘛。这个高芽剪下来，它的花芽还能不能顺利长大开花，这个就不清楚了，也算是做个实验吧。有一条根儿已经长进去了，拿不出来，把花盆的边缘剪掉了一圈也还是不行，最后没办法把植料倒出来一部分才拿出来。这个高芽也是因为等它长成的时候温度不合适，一直没剪。花梗上的高芽一般出3片叶子就开始长根儿，新长的根儿成熟之后温度合适就可以往下剪高芽。就是它的根儿除了水晶头要有一节是木栓化的，就发白的那种就可以了。正好植料倒出来一些，把这个飞在外面的根儿放进去吧，因为留在外面特别容易干掉。还有一条弯不过来，算了，让它在外面吧。其实也可以掰断了让它拐进去，掰断的根也是可以工作的。我就不掰了，反正盆里有很多根嘛，留一根在外面也无妨。剪下来这个高芽，我是放了一些木炭、树皮，还加了一点珍珠岩。现在这个杯子比刚才那个杯子小很多，所以加了一点帮着吸水的珍珠岩。刚才那个很大，所以只用了树皮。最后来处理双胞胎这一颗，要给他俩做分离手术的原因是这两个，您看一大一小，尺寸差太多了，之前是差不多大的，那这说明营养都集中到其中一个了，这么不均衡，所以还是给他们分开吧。为了方便操作，把盆拿掉，根居然已经拐着弯的长这么长了。先喷一些酒精做表面消毒，刚才切的剪的那些也都喷过酒精。换了一个小刀，没敢用刚才那个裁纸刀，因为这是切向我的手指的，怕切着自己。我发现这个分离手术最大的难点不是说从哪儿下刀，而是在哪儿支撑。不能像切菜似的搁到板上，咵一刀下去就分开了，手拿着位置也要特别小心，害怕把根儿给捏坏了。所以切这个很是花了些功夫，居然就没切开。后来说上手掰掰看看吧，还真就给掰开了。也不知道之前用刀切的那个对后来这个掰有没有用，或许多少也有些帮助吧。它俩的根有些也长在一起了，慢慢给它们分开。让我很意外的是，我以为小的那个没什么根，结果是小的那个有非常多的根。那些根肯定也是工作的，难道是小的这边的根吸收的营养也都给大的那个吗？那现在分开了，就各管各了。上面有一些干掉的根，修一下。所有干了的根都是在盆外面的。这是它俩的连接口，看上去伤口不算小啊。这两个高芽是从编号29的那个蝴蝶兰上剪下来的，就这棵。这棵长得还挺壮的，根叶花都很多。这条根在刚才的操作当中被折断了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完全可以工作。这是根据蝴蝶兰根的工作原理做出的判断。这两个高芽的根儿都特别长，所以只能是弯着放进去。这个品种生长速度挺快，将来也能长得比较大，所以我直接给了一个偏大一点的盆，也因为它们的根儿太长，太小的盆也确实放不进去。
但是盆儿太大也有一个问题，质料太多，这个透气性啊、透光性就都不好，所以在里面加了一个硬塑料网，这也类似于之前使用的水果网，区别就是这个网子是硬的，水果网是软的。之所以用这个硬的，是发现水果网太软，没有根儿帮忙撑着的话，很容易被质料压在一起。这个网子中间我是放了一些桃粒和石头什么的，这样就可以防止树皮进去，桃粒比较透气，还可以给这个网子加个盖儿，让里面完全是空的，也不用加桃粒，那样更透气。给这个网子加盖儿，可以是用这个相同的材料，也可以剪一小片水果网盖在上面。我并没有这么做，是因为我在换盆的时候没想起来这么做，是这会儿我才刚刚想起来。那顺便在这儿说一下，如果您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那么做。在余下的空间里，我就放了树皮、珍珠岩，还有一点木炭。在铺面的位置松松的放了一点水苔，是考虑到它之前干掉的根都是在空气当中的根，所以稍微给它挡一挡。我用的这些质料都是非常干的，不湿。装完之后我也不会马上浇水，是因为还有伤口，我会等到第二天才浇水，让伤口自己干一下。我发现它有点歪，塞上一卷水果网给它垫起来。我发现水果网还挺好用，因为软软的，也不伤叶子，而且还有一定的弹性。这俩分开了，大的这个29-1，小的这个就叫29-2。原本的4盆变出这么一堆，这是多少？8个。数量翻番，队伍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壮大起来了。不过这其中还有一棵是没有根儿的，就是46号，这个是没有根儿的，能不能存活下来还要过一段时间才知道。今天只给46号泡了一下高锰酸钾水，杀一杀菌，过几天看看还要不要再做一下其他的处理。目前就只是这样，先保湿吧。春天来了，需要做的事情还挺多的，今天就先忙到这儿吧。谢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